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十一。第28集。第7章，嘴巴。FBI 告诉你嘴型变化的秘密。嘴巴不只会说话。美国心理学家威特金认为，当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正在说话，他说出的话的内容可以不受这种心理波动的影响，但是他的嘴巴所做出来的一些相关的动作却丝毫无法欺骗他自己那颗心。威特金的很多实验都表明，一个人生气或是内心正在压抑着某种怒气时，如果这种情绪让他对刚刚做的事情或是说的话感到惋惜、后悔，从而对目前这种结果无法接受时，他就会做出咬嘴唇的行为。威特金进一步阐释说，无论你是在社交还是与人相处中，当一个人突然做出咬住嘴唇的动作时，你就要好好想一想了，可能是你说的话或某种行为惹恼对方了。在 FBI 特工查韦斯看来，无论是上牙齿咬住下嘴唇，或下牙齿咬住上嘴唇，还是双唇紧闭，有人做出这些动作，都表明他的心理活动正在发生变化。很多犯罪嫌疑人出现咬嘴唇动作时，往往还会伴随一些其他的表情或特征。如果不仔细观察，有时候很容易会忽略掉这一行为。比如，两个人正在谈话时，一方咬住嘴唇后，还摆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好像在仔细揣摩对方话里的含义。查韦斯说，遇到这种情况时就要小心了。这种人往往有着很强的分析能力，他们遇事冷静，一旦得出了判断结果，做出了某种决定，常常会一条道走到黑。威特金认为，一个人做出的不同的嘴唇动作，往往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不仅可以让人明了这个人的性格，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嘴唇动作，进一步探知到对方正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比如，嘴唇出现往前撅的动作时，说明这个人正处在某种防御的状态之中。这时候，如果是在跟这个人讲话，就要提高警惕了。而当对方出现下嘴唇往前撇的行为时，则说明这个人对他所接收到的外界信息出现了质疑，甚至是认为对方在撒谎。在与人交谈时，如果发现有的人的嘴角稍稍有些向后，虽然这个人的两只眼睛可能还在望着他对面的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心思早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他所集中听的不是他所看着的人，而是其他人。在查韦斯看来，大多数人在遇到某种紧急情况，或是做出某种重大决定的时候，经常会把嘴巴抿成一字形。这种人往往有着十分顽强的精神，他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决定了就很难再回头。而在面对这样的犯罪嫌疑人时，除非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否则很难让他屈服。但这种过于倔强的性格，往往也会让他们短暂地失去理智，从而导致行为上的一些失误。查韦斯就遇到过一位这种性格的人。那天，查韦斯本来是要到商场买件衬衣的，可等他选好衬衣到收款台付账时，一个16、17岁的男孩从对面冲过来，
一头撞到了查韦斯的胸口上。男孩有点紧张，向他道了歉。查韦斯见男孩安然无恙，就向他摆摆手，然后走向收银台。可是付款时，口袋里的钱包却不见了。查韦斯不由心里一惊，忽然想到了那个小男孩，于是他迅速朝那个小男孩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在电梯上，查韦斯找到了那个小男孩，他旁边还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但等查韦斯追上那小男孩时，另一个男孩却不见了。查韦斯将撞了他的小男孩拉到商场的保安室，因为他的证件就放在被小男孩摸走的钱包里，所以此时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只好将事情的经过向保安讲了一遍。查韦斯讲完，保安又对这名小男孩进行了询问，但小男孩并不承认自己偷了查韦斯的钱包，说自己是来商场里和朋友一起玩的，结果跟朋友走散了，所以就在商场里转了起来。显然，这名男孩在说谎。这时，另一位商场保安走过来，将一个钱包递给了这名保安，恰巧就是查韦斯丢的那个钱包。查韦斯瞟了一眼小男孩，发现这个小男孩往前撅了撅嘴，他不由得心里一动。查韦斯拿到钱包后看了看，证件和银行卡都完好，只是里面的钱不见了。而且据那位捡到钱包的保安讲，他当时是在低头系鞋带时发现钱包的，钱包就在他脚边上。由此，查韦斯分析出这个小男孩还是善良的，于是他向保安道了谢，希望借用保安室自行处理这件事。两名保安走后，查韦斯发现这个男孩仍然向前撅着嘴，而这让查韦斯觉得这个小男孩的防御心理是挺强的。查韦斯并没有难为这名小男孩，只是问起了一些他的情况。原来小男孩叫琼斯，已经18岁了，家住特拉华州东部沿海一带，目前在这里的一家快餐店做工。查韦斯问到他为什么小小年纪不继续读书而出来工作时，琼斯没有回答，而是略微向下低了低头，用牙齿紧紧咬住了自己的下嘴唇。查韦斯立刻明白了，自己的话或许是触动了琼斯不愿提及的伤心事。于是查韦斯立刻换了个话题，继续和琼斯聊天。而随着交流，查韦斯发现这个小男孩其实十分健谈，而且在快餐店的工作中好像做得还很开心。但让他想不明白的是，一个小男孩有一份正当的工作，为什么偏偏要来商场偷钱包呢？查韦斯隐隐感觉到这里面一定有原因，但他仍然不动声色地和琼斯聊着天，心里盘算着找个什么机会试探着问一问他。没想到这时候，琼斯突然停止了说话，将嘴巴抿成了一字形。查韦斯看到琼斯的这一举动后，心里也开始紧张起来。看来这个孩子还挺倔强。正当查韦斯思忖之际，琼斯忽然抬起来冲他轻轻一笑，承认了钱包是他偷的。原来琼斯是因为他的朋友路易才偷的查韦斯的钱包。他们的父母都在不久前发生的一场海啸中丧生了。琼斯先一步来到这里找到了工作，路易来后，他把自己身上的钱都给了他，没想到却被人抢了。他来这里其实是陪路易面试的，而查韦斯的钱包是他在与查韦斯相碰后从地上捡到的，
而且琼斯还说，虽然他拿了里面的钱，但他却记住了查韦斯的特工编号，还说他将来一定会将钱还给他的。说着，琼斯还向查韦斯伸出了双手，而查韦斯自然没有逮捕琼斯。不但如此，他们后来还成为了好朋友。查韦斯的这一经历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并没有采取什么主动性的行为与策略，只是从琼斯嘴唇做出的不同动作中了解到了他的内心变化，抓住了他善良的本质，从而让琼斯顺其自然地得到了自我心灵的平复，而后做出了正确的自我抉择。由此可见，有时一个小小的嘴唇动作就会让自己的内心世界在一瞬间全部暴露出来。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29集。不要忽视了隐性身份的舌头。美国心理学家发现，在研究人的面部表情时，舌头是一个不常见却不容易忽视的部位。作为经常以隐性身份出现的舌头，其实同样可以发出许多种信号，而这还为 FBI 侦破案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心里出现了很大的压力或是不舒服时，就会突然觉得口里很干，而受意识的驱使，他就会伸出舌头去舔一舔自己的嘴唇，以便让嘴唇更为湿润。这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行为。人们遇到让自己倍感不舒服的情形时，用舌头去摩擦嘴唇的行为，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达到一种自我情绪的调节。还有一种露舌尖的举动，也经常会出现在 FBI 探员的审讯过程中。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吐露舌尖的行为暗示出人的一种侥幸心理。这种情况每个人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般吐露舌尖的行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舌尖向外吐露，说明他侥幸做成了某件事。但如果是张开嘴巴将舌尖吐出来后，又迅速缩回了嘴里，则表示这个人做的某件事被别人知晓了。FBI 认为，在非语言行为学中，看似简单的舌头行为，其中所蕴含的含义也是极为丰富的。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吐露舌头所代表的含义是侥幸做成了某件事，不小心被别人逮到了，做了什么愚蠢或调皮的事情，或是正在专注于某件事。在 FBI 中，探员詹姆森最善于捕捉犯罪嫌疑人在审讯过程中突然出现的吐舌头动作。在他所侦办的案件中，有一起十分特殊的案子。那是1990年的某一天， FBI 在一个写字楼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具女尸，被害人年仅16岁，还是一名在校的学生，是被人用硫酸灌进喉咙致死的。由于凶手的残忍令人发指，所以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而且所有媒体都紧盯警方，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破案。在这种情况下， FBI 派出了经验丰富的老探员詹姆森负责侦破此案。经过将近2个月的调查工作，詹姆森将目标锁定在了被害人生前的化学老师比利奥斯身上。但是出乎詹姆森意料的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比利奥斯就是不认罪。每次当詹姆森问到关于案件经过时，比利奥斯总是慢条斯理地说：“你不要问我，我一点都不明白你在讲什么。”无奈之下，詹姆森找到相关的心理学专家，为比利奥斯做了心理测试。测试结束后，心理学家表示，比利奥斯的思维和普通人一样正常。这个测试结果让詹姆斯越发觉得奇怪，他甚至对那些辛辛苦苦找到的证据起了疑心。因为詹姆森曾遇到过很多国际间谍，即便是再优秀的特工，在铁证面前也很难抵赖。但为什么这个中学的化学老师比利奥斯能够在证据面前做到如此气定神闲呢？詹姆森曾不止一次面对面地观察过比利奥斯在接受审问时的表情，淡漠的眼神，始终如一的面部表情和肌肉，略带沙哑的声音。而正是这些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使詹姆森陷入了困惑。为了弄清事实，詹姆森取出了所有审讯比利奥斯的监控录像。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观看，詹姆森猜测比利奥森的面部可能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于是他更为细致的又调查了一下比利奥斯的个人情况。调查结果出来的那一瞬间，詹姆森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比利奥斯在接受审讯时能够做到表情始终如一。原来几年前，比利奥斯的脸部在一场车祸中受过伤，之后的手术虽然确保了脸部的完整，但面部肌肉神经因此受到了刺激，所以迟钝的面部表情总是给人一种一成不变的感觉。于是在随后的审讯中，詹姆森换了一种方式。当他说道：“我知道，其实对于你那位学生的死，你的心里比我们更痛时，”比利奥斯无动于衷地转了转眼珠，依然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但细心的詹姆森却发现，就在自己话音落下之际，比利奥森的嘴唇轻启，突然伸出了舌头舔了舔嘴唇。虽然这让詹姆森心头一阵狂喜，但他依然按照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话，对比利奥斯进行着提示性的发问。慢慢的，比利奥斯开始出现不停的舔嘴唇的动作，他甚至还向詹姆森索要水喝，但都被詹姆森果断地回绝了。不一会儿，比利奥斯竟然咆哮起来：“你这个讨厌的家伙，不要再继续问下去了！你以为我想杀掉他吗？我是那么爱他，没想到他却拒绝了我，而且将这件事告诉了学校的其他老师，所以我只好让他永远闭上嘴了。”至此，这件轰动一时的杀人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这起案件中，固然比利奥斯因为面部做过手术，使得整个面部表情呈现出了单一的情形，再加上他那天生的沙哑的嗓音，让案件一时陷入到了一种焦灼状态，让一向精明的 FBI 探员詹姆森也被一时间蒙蔽了。但是经过细致的观察，詹姆森还是发现了
比利奥斯伸出舌头舔嘴唇的行为变化，进而适时抓住当时比利奥斯内心出现的这种不适的压力，继续刺激他。而当比利奥斯向詹姆森索要水喝，企图借此来安慰一下他那颗紧张而备受压力的心时，却遭到了詹姆森的果断拒绝。这把比利奥斯寻求安慰的大门牢牢地封死了，使得他内心的不适与压力无形中被继续扩大化。最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他完全爆发了，并说出了自己为什么杀害了女孩。FBI 探员詹姆森在成功破获了此案后，曾对其他年轻的同事说，如果你观察得够仔细，人的舌头在很多时候比语言更为诚实。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30集。通过嘴部动作洞悉人的内心世界。FBI 的非语言专家杰森·哈斯勒姆在给 FBI 的新探员们教授如何从形体上掌握人的心理的课程时，曾举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端坐在丈夫的身边，这时她的丈夫正在和一位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商谈合作事宜，不过他们的谈话似乎不太愉快，而且女士看到丈夫还拉长了脸，或许是想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这位女士站起身准备插话，谁知她的丈夫却劈头盖脸地朝她吼了一句，你别插嘴行不行？而女士也不肯示弱，对丈夫说，行，都怪我多嘴。说完，她转身低下了头，同时撅起了她那漂亮的小嘴儿。但丈夫马上又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哄女士，结果女士便咧嘴笑了起来。哈斯勒姆指出，在这个案例中，从那位丈夫说妻子插嘴，到妻子说自己多嘴，再到妻子撅嘴，直到最后的咧嘴，在这其中，插嘴和多嘴其实指的不是嘴本身，而是指人嘴里说出来的话。撅嘴和咧嘴的动作才是嘴本身的变化。这位女士的嘴巴一撅一咧，反映出她对丈夫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心理变化。哈斯勒姆指出，人的嘴巴除了会撅和咧之外，还可以做出挑、撇、张等各种各样的动作。当然，还有一些嘴部的基本动作，比如收缩、突出、张开等等，它们都是由上下两片嘴唇构成的。而这些嘴部姿势表示出了这个人对某人或某事的认识、看法、感受以及心理状态。哈斯勒姆认为，这些动作和姿势其实都是嘴部的身体语言。这些身体语言远远超过了有声语言的作用，它可以一言不发地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想法、感受、观点，以及这个人的心态。哈斯勒姆还指出，嘴部所表现出来的姿势和动作是很奇妙的。比如一个人的意志坚定与否，从这个人说话时的嘴型便可以看出来。如果这个人在说话时嘴巴抿成一个一字，则表示他是一个意志力坚强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事实上，在生活中不难发现，
一些领导在交代下属去做某项工作的时候，通常会问：你感觉自己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吗？行。如果下属这样回答，就表示他信心十足，意志坚定。而这样的回答常常会把嘴抿成一字形。值得提醒的是，如果他嘴上回答行，但张开的嘴却没合上，这就要考虑他回答的可信度了。因为张开的嘴是一种由内心惊讶而产生的嘴部姿势，意思是连他自己对自己的回答也感到惊讶。除此之外，表示内心意志不坚定的嘴部动作还有咬嘴唇，它表示人的内心仍处于犹豫和考虑中，思想反复，意志不坚。另外，当人们处于失败的境遇时，也会做出咬嘴唇的动作。这个动作反映出一种自我惩罚的心理作用。当人的内心感到羞涩时，同样也会做出咬嘴唇的动作。不过，这种动作通常多出现在女性身上，会给人一种可爱、矜持的感觉。但如果出现在男人身上，给人的感觉可能就比较别扭了，说不定还会让人认为他是同性恋。此外，还有几种借助嘴这个部位来表达意思的动作。它们虽然不是由嘴这个部位独立做出的动作，但却是必须借助嘴这个部位才能准确表达出意思的动作。比如，一个人在交谈中突然用一根指头竖在鼻子下面挡住嘴唇，也有伸出2根指头挡的，这就是一种借助嘴来表达意思的动作。那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FBI 探员大卫·弗朗尼认为，这其实就是说谎的一种下意识动作，挡嘴。所不同的是，挡嘴除了说谎外，还有另一种意思，即提醒对方注意什么。弗朗尼指出， FBI 探员在执行某个任务时，当其中的某个探员突然感受到某种威胁，或发现一些突发情况时，他通常会对其他一起行动的探员做出挡嘴的动作，意思是提醒自己的同事要格外注意安全，或不要发出声响，又或者停下来观察一下动静和情况，再继续行动。心理学家桑代克还指出，这种挡嘴的动作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使用。比如，2个职员正在议论某个人或公司的是非，其中一个人突然看见公司的领导走了过来，这时他就会伸出手指头在自己的嘴唇上面一挡。另一个人虽然没有看见领导走过来，但他会立即明白有情况发生，于是便会停止议论。另外，挡嘴还有要求对方听到的话保密的意思。比如，某个人将自己的心事或秘密告诉了一个朋友之后，他会紧接着做出挡嘴的动作，意思是这件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哦。而朋友听了之后，也会根据语境理解这一层意思。值得一提的还有捂嘴的动作。捂嘴除了有惊讶和隐藏的常见意思之外，同时也适用于拒绝对方的情形。如果一个人在交谈过程中十分讨厌对方的大嗓门，想要提醒对方嗓门小一些，但又不好明说，这时就可以把头后仰，做出用手捂嘴的动作。这个动作会产生一种较好的效果。这种动作会给对方传递一种你不想再听他说下去的意思。而当他领会到你的这种心态和心理时，便会从他自己身上找原因。当然，这种捂嘴的动作不是随便可以使用的，尤其是在谈判中。只有当你处于优势，
或占主导地位时，你才能用这种动作提醒对方。如果情况相反，那么对方很可能拂袖而去。总之， FBI 的心理学家、身体语言学家以及 FBI 探员们一致认为，了解了嘴部的各种动作、形态以及借助嘴所做出的动作之后，就能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通过对方的嘴部动作，准确地领悟对方的真实想法，看清他们的内心世界。也只有掌握了这一点，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才会更加顺利。倘若你看不懂对方的嘴部动作，或者对方用嘴部动作所传达出来的有声语言不便传递的信息，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和对方的某次交流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影响到之后的发展。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31集。借助其他的身体语言来判断撇嘴的含义。通常，撇嘴有2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行为人有撒谎的嫌疑，另一方面表示对某人或某事的不屑一顾。当然，撇嘴并不一定代表行为人在撒谎。为了真正弄清楚撇嘴这一动作背后的秘密，我们还需要借助其他的动作表情来判断说话者是否在撒谎。美国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表明，在社交场合中，人们说谎和被谎言欺骗的频率非常惊人。美国麻省大学的心理学家费尔德曼研究称，一个人平均每天说谎至少25次。当然，这些谎言中也包括善意的谎言。即使善于说谎的人，也会有下意识的信号被抓住，而这种下意识的信号就是微表情。所谓微表情，就是说这种表情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是不受大脑控制的。如果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甚至有时候即使是你仔细观察也很难发现。由于微表情往往是在人撒谎时出现的一种自发性的表情动作，而且很难掩饰，因此微表情目前主要是用来测谎。加州大学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们在说谎时，眼睛会向右上方看，或者是专注地盯着你的眼睛看，致使眼睛干燥，从而不停地眨眼睛。另外，人的鼻子也会变大，这是因为说谎者的紧张情绪会使血液流动速度加快，脸色变红，鼻子也跟着膨胀几毫米。虽然这几毫米难以被肉眼发现，但是说谎者会因为鼻子不舒服而不经意地用手触摸它。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说谎者总是不自觉地摸鼻子。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说谎者还会在说谎的时候摆弄手指，或者是简短地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故意回避谎言中提到的人的名字，而代之以那个人等等。因此，在发现别人撇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微表情。例如，不自觉地摸鼻子，或抚摸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如果发现这个人在撇嘴的同时，
还有以上所列举的各种代表了谎言的动作，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在撒谎，不论这种谎言是善意还是恶意的。面对谎言，我们要做出正确的处理。对于善意的谎言，可以采取置之度外的态度，但是对于恶意的谎言，就要做出适当的反应，以免受到伤害。撇嘴除了撒谎方面的含义，还表示不屑一顾。当一个人对某人某事感到不屑一顾时，常会做出撇嘴的动作，同时还会用斜视的目光看人，有时还会皱鼻子。所以要正确判断出一个人撇嘴动作后面的真实含义，就要多留意他的眼神和鼻子，只要与其他部位结合起来，就能做出准确率很高的判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撇嘴动作就一定是这两个意思中的某一个。例如，在莫斯科著名的顾姆百货商场中，有一个专营外贸服装的柜台。由于生意非常火爆，老板决定招聘一名临时促销员。后来一个20多岁的女孩应聘成功。第一天，女孩的销售业绩很不错，可是在第二天却只卖出了一件小夹克。店长很奇怪，于是就留意起这个女孩的表现。结果发现这个女孩总在不停地撇嘴。每当她撇嘴的动作被顾客看见后，那些顾客就会在店里匆匆地转一圈，然后两手空空地离去。于是店长就询问这个女孩，为什么总做出一副对顾客不屑一顾的表情。女孩一开始很奇怪，但经过店长进一步的询问，她才恍然大悟。于是她向店长解释了撇嘴的真正原因。原来啊，他在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嘴里烫了一个大泡，他撇嘴是为了减轻疼痛，并没有丝毫对顾客不敬之意。听了他的解释，店长也无奈地笑了。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撇嘴都代表了撒谎或是不屑一顾，有时候它只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因此在人际交往中，我们要注意克制一些不良的小动作。这些不良的小动作，一方面容易给别人造成误解，给自己的人际交往造成障碍，甚至是严重的利益损失。另一方面，当我们的身体受到了损伤，使我们不得不利用一些小动作来调整自己的身体，以保持舒适的时候，为了避免给对方造成误解，最好直接表明自己的伤痛，使对方明白你的小动作只是为了减轻自身的痛苦，并不是对他有什么不敬和不满。这样，对方反而会因为你的真诚、细心和坦诚，对你产生好的印象，令双方之间的交往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32集，第8章，脸容。FBI 告诉你面部变化背后的秘密。人为什么会脸红？面部是人体中最容易被他人视线所关注的部位，是人类身体语言传递信息的最重要的线索。脸色也是人类面部表情的一部分，脸色的变化通常能反映出一个人内心情绪的变化。FBI 探员认为，
相比观察一个人的面部表情，观察脸色的变化要更容易。因为一个人的脸色是最不易隐藏的，而且这种变化维持的时间也比较长。脸红是人类表达情绪最常见的一种颜色。FBI 表示，脸红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表示一个人害羞、尴尬、愤怒或者兴奋的情绪。而 FBI 工作人员在破案的过程中，也通过观察嫌疑犯的脸色变化来推断其内心活动。科学家通过研究表明，脸红受大脑精神控制。人类的视听嗅觉都集中在大脑中。通常情况下，当人们看到或听到令自己害羞、激动、愤怒等的事情时，眼睛和耳朵就会将这些信息传给大脑皮层。大脑受到刺激，就会马上做出相应的反应，分泌出肾上腺素。而肾上腺素会导致身体的血液更多的流进面部，所以人们的脸会变得通红。另外，不同情绪所产生的脸红存在着细微的差别。FBI 提示，在分析对方脸色、寻找脸红的根源时，要根据具体的环境而定。比如，当人们初次相见，或者到达不熟悉的环境时，由于对环境陌生，或者是因为参加比较重要的活动，很多人都会不由地出现心跳加速、面部泛红的状况。这类人大多性格内向，脸红的原因很可能是焦虑或者激动，而这种刺激会引起人体交感神经的兴奋，从而使人心跳加速，面部血液集中，毛细血管扩张，具体表现就是脸红。当人们遭遇尴尬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脸红。有一次，国际巨星苏菲玛索出席戛纳电影节时意外走光，当时他的脸迅即变红，表情十分尴尬。当人们遇到意料之外的尴尬之事时，脸红是一种条件反射。人们紧张所导致的脸红，通常还伴随着其他表情变化，如脸上冒汗等。人因为害羞而脸红的时候，往往是双颊微红；愤怒时，通常是满脸通红，颜色较深，同时还伴随咬牙切齿的动作。FBI 在审讯过程中发现，很多人在说谎时也会脸红。人们在说谎时之所以脸红，往往是因为心中道德底线在发挥作用。人在说谎的时候，心理上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内心的道德底线警告自己，不能做出欺骗的行为，要真诚处事。当说谎人为自己的言行而感到羞愧时，就会不自觉的脸红。脸红会让说谎者因为紧张而很难再继续说谎，即使能够继续编下去，也难掩心中的紧张，使自己在情绪上处于被动地位，最终失信于人。正如 FBI 所言，脸红作为一种身体语言，表达了人们犯错时的羞愧心理。人们因说谎而脸红的生理反应，可以从心理上约束自己的言行，对维护社会规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人们能够通过脸红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发现他人脸红，也可以掌握对方的心理，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通常，孩子在犯错后不敢承认时，往往就会脸红，这很好判断。而成人说谎时就不容易脸红了，甚至他们为了伪装得更真实，而可以做到直视对方的眼睛，并做出一副真诚的样子，
来骗取他人的信任。另外，面部除了变红，还会因为不同的情绪而发生其他颜色的变化。比如，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常常会面色灰白；对别人感到不满而即将要爆发怒气时，脸色就会发青；极度气愤时，脸色会在红色、青色之间不停徘徊，甚至还会变得苍白，让人毛骨悚然。当人们企图隐藏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或者是受到过度惊吓时，脸色大多会变得很苍白。所以，通过一个人的脸色来判断对方的情绪变化，是很有效的技巧。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33集。微妙的面部表情。FBI 教官认为，当一个人脸部的五官特征表现出来的动作行为不够明显，或是与心理学研究的结论出现背离现象时，就要及时将自己所观察到的结果抛弃，然后综合所观察对象的整个脸部的细微变化去重新考量。在 FBI 眼里，这种考量其实就是一种发现天平倾斜的过程。因为当一个人的情绪处于一种平和状态的时候，我们是很难从他身上捕捉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的。只有当他的情绪出现了某种偏差，才能从其身上观察到有价值的东西。FBI 形象地将这种偏差称为砝码的较量，而较量的结果无外乎3种：乐观支持的状态、冷漠的中立状态、反对的状态。乐观支持的状态， FBI 认为，当一个犯罪嫌疑人对一位正在审讯他的联邦特工所提出的问题持乐观支持的态度时，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在说谎，除非他已经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或者他是无辜的。因为没有一个犯罪嫌疑人会在自己没有丝毫抵抗力的情况下就轻易地举手投降。FBI 的教官说，要判断一个犯罪嫌疑人是否在说谎，可以观察他在赞同和支持联邦特工时的面部表情，看看他是否正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比如，脸上是否有浅浅的微笑，目光里是否有闪亮的光，面部的肌肉是不是出现了松弛的状态，鼻子是否略有抬高，下巴是不是稍稍向外伸展了，眉头是否真的呈现出了一种打开的状态。如果这些情况仅仅是在某一方面出现了，那还不能过早的就得出他在讲真话的结论，还要继续深入和全面的去观察。只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确实是出现了正面的积极的状态后，才可以宣布他是无辜的。至于那些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要让他们的情绪真正被搅动起来，从而进一步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随之而出现的特征变化，才能够做到去伪存真。冷漠的中立状态。FBI 探员们的调查取证中，他们遇到的这种持中立态度的人是最多的。而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面部所提供给 FBI 探员的这种中立状态的信息，很多时候
都是带有欺骗性的。尤其是那些心理素质极高的间谍，经常会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对 FBI 所提问的内容流露出一种事不关己的表情。这时 FBI 要做的就是如何来打破这种僵持中的平衡，也就是打破犯罪嫌疑人心理情绪上的平衡。因为只有在失衡的情况下，一个人才容易失误，从而露出破绽。反对的状态，这种情况基本上是每一位 FBI 探员都遇到过。这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真正无辜的人，另一种就是假装无辜的人。FBI 特工维里亚认为，要分清这两种情况其实并不难，因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在说谎，只要仔细观察他的面部表情，是不难得出结论的。比如，当一个人心情极度糟糕时，他首先就会睁大眼睛，随后瞳孔迅速扩张，接下来这种就会迅速被传输到大脑，大脑支配其他的感觉器官，做出与之相应的表情，如咬牙切齿，鼻孔忽然张大，呼吸变得有些急促。而当这种情绪扩大到他的内心无法承受时，他就会去寻找一种减压或释放的行为。维里亚说，如果这种释放行为是受内心的真实情况支配，那么他身上的毛孔就会出现凸张的形态，他的神情会是自然的。如果是刻意而为，那么即便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或技艺高超的演员，他们的面部表情不是显得过于夸张，就是面部肌肉的动作显得有些僵硬。只要认真观察，总会找出其中的破绽。而心理学家纳奇斯·阿赫通过他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维利亚的这一观点。他指出，一个人发自内心的自然反应与假装时大脑对面部及肢体发出的指令，二者在时间上是存在差异的，其肢体或面部肌肉所做出的回应也是不同的。前者是自然的，思想与他所做出的非语言行为几乎是同时的，而后者所表现出来的非语言行为往往是脱节的，甚至是不协调的。在捕捉犯罪嫌疑人面部表情所显示出来的符号时， FBI 的特工们更为倾向于对方出现的消极性的表情，或是那种被极度扩大后的积极意义上的表情。如果犯罪嫌疑人的情绪未能达到他们所需要的状态， FBI 就会根据犯罪嫌疑人面部所流露出来的信息，刻意夸大或制造出有利的条件，将对方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这是因为当一个人的内心产生厌恶、恐惧、不愉快、反感和气愤情绪，或是处于一种极度亢奋、高兴、得意的情况下时，其行为或语言都会出现失准，从而致使他在潜意识的驱动下流露出内心最真实的意图。维利亚还说，当犯罪嫌疑人出现这两种情绪时，积极与消极情绪，如果其所表现出来的面部特征不明显，那么作为一个细心的观察者，就要通过其他辅助性的肢体行为去验证，比如四肢或脚部所透露出来的非语言行为。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十一。第34集。不同脸型所代表的不同性格。虽然说外貌是天生的，但俗话说相由心生，后天环境的影响和自身的品性气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容颜。也可以说，一个人的外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内在的性格特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过，一个人到了40岁之后，就该为自己的脸负责。这个时候，人生的经历和个人品行都深深地印在了每个人的脸上。每个人的脸型都不会完全相同。FBI 通过经验的积累，将人的脸型分为以下几类，并分析出不同的脸型所代表的不同性格特征。圆脸的人，通常体型也显得圆满，属于丰满的类型。这种脸型的人一般眼睛细小，鼻子宽厚，而且脸上时常挂着笑容，也就是所谓的心宽体胖。这类人的性格就像他们的脸型一样，处事圆满，不斤斤计较，是豁达的人。他们追求实际的生活，喜欢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比较容易知足，不会有很大的野心。但是由于性格温顺，极有可能会被人利用。脸型是倒三角形的人，给人一种羸弱的感觉。这类人通常想象力丰富，浪漫多情，心里充满梦想和理想，但是不具备行动力。他们比较适合做设计方面的工作，可以充分地发挥想象力，制定出具有创造性的策划。但是他们不适合执行自己的策划案，因为一旦到执行的阶段，他们往往会犹豫不决，缺乏果断的行动力。下巴尖而窄的人和倒三角形的人容易混淆，但这类人的两腮比较宽，下巴比较尖。这类人比倒三角脸型的人具有更强的行动力，只要认定做一件事，就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直到做出成绩。他们自我意识较强，做事不会顾及太多，有点思前不顾后，因此失败的几率也比较大。脸型是正方形的人，头盖骨比较宽阔，而且下巴也向下突出。人们常常称他们为容貌大方。这类人思维灵活，行动力较强，心胸开阔，做事充满活力，干劲十足，而且遇事冷静，能理性地面对突发状况。很多政治家、企业家都属于这种脸型。另外，这类人也具有很强的外交手段，人缘很好，而且幽默的个性也会吸引很多人。因此这类人的运气也会比较好，不会遇到太多的挫折。下巴宽阔的人通常是头脑聪明的野心家，但是他们却不擅长交际。尤其是正方形的脸，面部轮廓分明，尤其是脸颊较宽。这类人非常聪明，具有很强的实力，善于谋划，而且野心勃勃。这种脸型的女性一般不喜欢处理家务，不能安于家庭生活，所以即便她们踏入了婚姻，也还是会以事业为重。另外，还有一类人脑袋与下巴都是方形，脸部也是长方形。这种脸型的人喜欢做先锋型人物，适合做领导性的工作，而且个性要强，从不服输。他们总是喜欢亲自动手，将所有事情料理妥当，
就算别人已经顺利完成的事情，他们也要重新做一遍。常常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不懂得体贴他人，人际关系不良。此外，这种脸型的女性通常性格豪爽，不满足安稳地待在家里，工作的时候也不会轻易向男性认输。FBI 的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找到了一批志愿者，依照每个人的脸型，将他们分为几个小组，然后对他们进行提问。结果发现，脸型圆润的人对提问的回答比较随和，思想以和为主。接着 FBI 让这几组人到街头与他人进行交流，主要是搭讪或者问路。结果发现，正方形脸的人总是能最快地问出最合适的路线，而圆形脸的人对问路方面比较迷糊，虽然也总能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是他们却不易找到最合适的路线，而且耗费的时间也比较长。人们对这两类人的问路都没有拒绝，而下巴尖尖的三角脸型的人就有点倒霉了。当他们问路的时候，人们总是警惕地看他们一眼，然后摆手说不知道后立即离开。即使有人愿意停下来告诉他们，也在时刻地防备着他们。由此看来，在搭讪问题上，圆脸的人占据很大的优势，而三角形脸型的人被认为是最不适合搭讪的人。圆形脸的人总是先送上微笑，让人难以产生敌意，因此在搭讪中很容易被人接受。而三角形脸型的人在跟他人搭讪时，容易让人产生警惕性，遭到他人的讨厌。路人对这些不同脸型的人的反应，体现了人们对不同脸型的人有着不同的印象。研究证明，脸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FBI 在侦破案件时，也常常根据审讯对象的脸型来判断其性格特征，然后做出针对性的措施，以此来掌握大量的有效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35集。红不是脸部的唯一色彩。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谈到，脸色变化是人类独具的一种表情，它完全不受人的支配。从医学角度来讲，人在陌生或是重要的人际交往中会出现紧张或是激动感，并反射性地引起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和甲肾上腺素等儿茶酚胺类物质分泌的增加，从而使人的心跳速度加快，毛细血管扩张，表现在面部上就是脸红。可以说，这一过程完全不受大脑的有意识的控制。从上述情况来看，脸红能反映出心理上的起伏变化，泄露人心底的一些秘密。正常情况下，人的面部色彩应该是白里透红的，这是一种看起来很健康的色彩。当然，撇开疾病的原因，当人受到一些外部的刺激时，脸部色彩就会产生相应的变化。通过这种变化，我们能够洞悉别人内心的一些真实想法和感受，从而提高沟通的成效。事实上，
造成脸红的因素有很多，有时候是众多因素中的一种，有时候是多种因素的集合。那么造成脸红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其实最多的就是惭愧。无论是什么原因，当人感觉到惭愧的时候，大脑皮层都会刺激肾上腺，分泌出少量肾上腺素，致使面部发红发热。达莲娜给她唯一的女儿取名红苹果。当别人问到这个名字的来历时，她总是笑着说，因为她的女儿总是粗心打翻她的颜料盒。每当这个时候，那个可爱的小公主便会惭愧地涨红了脸，看起来就像一个红红的大苹果，尽管她并没有真的责备她。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如当人们感到害羞时也会脸红，这种情况也是很多见的。在各种相亲会上，你能够看到羞红脸的男士和女士。在公共场合，你会看到某个人因为突然被孤立出人群之外而羞红了脸。由于害羞而脸红的人，往往是因为不自信或自卑。这种人常常越想改变脸红的尴尬局面，越是适得其反。时间久了，便会造成心理阴影，陷入困境，不能自拔。如果想要与其进行有效的沟通，就需要给予对方一些鼓励，令对方能够放松心情，从而畅所欲言。但绝不能火上浇油，令气氛变得更加紧张。这样一来，对方完全不知所云，双方的沟通也彻底不能进行。除了以上谈到的方面，还有一种掺杂了青色或白色的脸部色彩，这通常是因为非常气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描述：看他气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有些人脾气很急躁，容易被激怒。这样的人在被激怒的状态下，脸部的色彩往往是红一阵青一阵，有时候又转为苍白。从医学角度来分析，这是因为肾上腺素一阵阵的大量分泌，促使血管收缩，出现交替充血、贫血，或使血管较长时间的处于贫血状态。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便是要保持平静，就像太极拳中讲到的以柔克刚一样，用平静来克制愤怒，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在不同的情境下，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例如，有些脾气急躁的人在愤怒的时候，就需要别人用更加激烈的手段才能使其平静下来。而有的人则需要将体内的愤怒情绪转化为一种肢体的动作，如摔东西、撕废纸等。还有一种人是用外表的平静来掩饰内心的愤怒，除了脸色阴晴不定的变化，肢体上的微微颤抖之外，并没有其他外在的表现。可以说，正确理解和分析别人脸上透露出来的颜色，是提高我们的交际效率，保护自己不受欺骗和伤害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保持一个良好的、健康的脸色也同样重要。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36集。
第9章习惯。 FBI 告诉你日常习惯背后的心理玄机。行为习惯中的潜意识。美国心理学家华生表示，一个人的下意识动作往往能够表露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尽管人是最具有理智的动物，最能够控制自己的意识，但是人却仍然不能控制来自潜意识的动作。比如，当人感到惊慌时，就会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会不由自主地发颤，或者是紧握拳头，甚至全身都会变得僵硬，以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人们通常都是用手脚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的。很多人在隐藏真实的情绪时，往往只顾伪装面部表情，从而忽略了手脚的动作。这时候的动作往往是来自于潜意识的真实想法，是将感情转化为行动的结果。这些动作都是在无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人们常说的无意识，通常就是指心理学中的潜意识。人在意识的控制下所做出的动作，往往具有一定的表演成分，具有炫耀、掩饰的目的。而潜意识的动作，往往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或者是本能的反应。正因如此，通过观察一个人潜意识的习惯动作，往往就可以获得其内心的真实感情与想法。一个人的习惯动作往往来自于潜意识，通过观察他日常的行为习惯，往往能够更准确地了解他的性格、情绪特征。比如，有的人在打电话时会习惯性地把玩电话线，这种动作是由潜意识支配控制的。如果你问他，你为什么在打电话时把玩电话线呢？对方肯定会说不知道，或者骂你一句无聊。这种动作虽然没有经过思考，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如果你留意生活中他人的行为，你会发现很多人在感到紧张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比手画脚，或是把玩手上的物件。其实，这是人们宣泄内心压力的一种习惯方式。另外，当人们感到厌倦、不耐烦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琐碎的小动作。比如你去朋友家做客，虽然对方很热情地与你交谈，但是你却发现他开始不停地弹烟灰，或是用手不停地把玩手里的遥控器等物品，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事情。这时，你最好识趣地离开。这些没有什么目的性的潜意识行为告诉你，他已经没有继续聊下去的兴趣了，你该走了。当两个人的交谈进入最高潮的时候，如果一方出现摸鼻子、抹梢脸，或者是弹指等与交谈无关的动作，这表示他并没有认真地倾听对方，或是反对对方的观点。这种来自于潜意识的动作，是表示厌烦对方的一种表现。另外，潜意识的一些小动作，也是在向他人表示乞求的行为。比如说，一些孤独寂寞的独居老人，经常性地玩弄一些小东西，这是他们在传达需要他人相伴的信息。如果人们不了解这种行为背后的意义，就会对他们的行为感到迷惑不解。很多时候，人们会做出一些莫名其怪的行为，让自己也感到出乎意料。比如买东西时忘记付钱，或者是付完钱后忘了拿走东西。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早上，他在每天吃早餐的地方没有付账，就直接走出了餐馆。
当然，这并不是他故意想要赖账，而且他也赖不了账，因为餐馆里每一个伙计都认识他，每个人都可以向他随时要钱。弗洛伊德对自己的这种行为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经过分析，他想起来自己的这种行为可能是与昨晚做的家庭财务预算有关。由于他潜意识里并不想做出付账的这种行为，所以潜意识就控制了自己那个时候的行为。另外，还有一个小故事也可以说明这种现象。一位男士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妻子要求去参加一个聚会。他磨磨蹭蹭地打开自己的衣柜，想要选礼服时，突然想起要去刮胡子。当他刮完胡子回来，却发现衣柜锁上了。他四处找衣柜的钥匙，却没有找到。如果这时找锁匠的话，已经晚了，所以妻子只好取消了聚会。第二天，当锁匠打开衣柜时，发现钥匙就在里面。虽然这不是丈夫故意将钥匙丢进衣柜里的，但是他的这种行为却并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去参加什么聚会。所以这种糊里糊涂的行为，其实是人们为避免某些事情而不由自主地做出的动作。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即使是品性高尚的人，在碰到一些并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事情，也会做出这些无心的动作。这是人们潜意识里顺应自己意愿的一种行为倾向。古话说，事物以用，观人以行，利剑分晓。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尤其是走路时的习惯，更能反映出他的心理特征。如果你观察两个人，就能从他们行走时各自所处的位置了解到很多信息。一般情况下，一对情侣在走路时，男士会走在女士的右方，这个是具有掌控性的位置。如果两个人的位置是一前一后，那么前面的人的心理上往往占据一定的优势，有点唯我独尊的意味。相反，走在后面的人给人一种谦恭甚至唯唯诺诺的印象。一般情况下，两个人中选择走在对方右侧的人属于支配者，在两个人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喜欢他人顺应自己的意愿，而且性格倔强，甚至有点自负。而走在对方左侧的人往往愿意温顺地听从对方的意见，不愿与他人发生争执，喜欢与世无争。如果情侣中的两个人都喜欢走在对方的右侧，他们可能会由于个性太张扬而产生冲突，而且谁也不会做出忍让，很有可能因为一件小事而大动干戈。如果一对情侣都喜欢走在对方的左侧，这表示双方都有顺从的一面，不愿与对方发生矛盾，他们的相处会很平静，都能为对方而考虑，会产生美好的感情。如果一对情侣，一方喜欢走在对方的左侧，而另一方喜欢走在对方的右侧，他们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搭档，相处得很协调，彼此互补的性格能让他们的感情天长地久。综上所述，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发生的，它是人们心理潜意识的真实表达，往往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同时，一个人的行为习惯也可以进入到潜意识，并影响其个性。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习惯，从而培养自己优秀的品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FBI 工作人员在破案的过程中，也往往会从对方的一些习惯性的小动作来探测一个人的真实的内心活动，从而捕获更多有助于案件的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37集。额头出汗，流出的是谎言还是心情？在非语言行为观察中，有一种并非经常出现，因而经常被遗忘或是忽略的东西，它就是从人体毛孔里流出的汗。在 FBI 看来，出汗和人的心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当一个人脸部的汗出现在额头的时候。联邦调查局专门研究犯罪心理学的专家称，除去那些因身体或食物原因而导致的出汗现象，当一个人额头或背部突然出现细密的汗水时，说明这个人的心理正处于一种高度紧张或是精神的极度压抑之中，也可能是突然之间受到了某种惊吓。一个人出汗的部位很多，比如手心、脚心、额头、腋窝、鼻尖、后背。但对于行为学研究来说，手心、脚心、腋窝、后背等部位出现的出汗现象具有一定的隐秘性，所以在非语言性的肢体行为与表情研究中， FBI 更为侧重对犯罪嫌疑人额头和背后的出汗现象进行观察与研究。或许很多人都认为，一个人突然出汗，说明这个人一定在说谎，但这样的推理是存在缺陷的。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的面部、手足和后背等处的汗腺，其中有一些是受肾上腺素能神经纤维支配的。当一个人的思维意识出现短暂性的、间接性的冻结，或遇到突发的灾难性事件，使心理受到了惊吓，而致使情绪焦虑、紧张、激动时，就会引起交感肾上腺素能神经纤维兴奋，从而引发额头、鼻尖、手掌、足底、后背等部位出汗。这是一种精神性发汗，与温热作用引发的出汗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所以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这种类似于受到某种惊吓而导致的冒冷汗，并不能完全证明这个人就一定是在说谎。FBI 很早就将心理专家的这种理论广泛地应用到了侦破工作中。通过多年的实践， FBI 认为，虽然可以从一个人的突然出汗行为中窥视到犯罪嫌疑人当时的心理状态，但很多时候冒汗行为的出现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生活中大约有 5% 的人都有多汗症，会经常性的出现出汗的现象。在很多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出现的手心出汗行为被 FBI 认定为一种具有遗传性质的障碍。所以在对犯罪嫌疑人的非语言性的行为观察中，为了更为准确地区分对方出现的突然出汗行为， FBI 更注重于犯罪嫌疑人出汗行为发生时的瞬间效应。一个人的面部发生了精神性发汗，说明他的内心充满了压力，他正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甚至是高度恐惧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犯罪嫌疑人大多会如惊弓之鸟，
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此刻是极度脆弱的，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而影响自己的理智。而 FBI 最需要的就是抓住这种瞬间效应的时间点。2001年6月的某一天， FBI 在对一起重大间谍活动的调查中抓到了一名男子。 FBI 当时只是对这名男子有很大的怀疑，并没有找到与之相关的直接证据，更没有目击者。在审讯中， FBI 的探员采用了轮番轰炸的方式，就几个重要的问题对这名男子展开了高强度的反复审问，企图从其回答中寻找出犯罪嫌疑人出现的失误。可这名男子非常狡猾，虽然他讲话还略微带些结巴，但 FBI 探员发现，无论翻来覆去颠三倒四地问他哪个问题，他总是能够准确地答上来，而且思维好像很有条理。虽然 FBI 的探员从他的面部表情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 FBI 探员的注意，那就是在审讯中，这个男子经常会伸出左手去抓抓或者摸摸额头，然后将手放回到大腿处。起初 FBI 探员以为这只是他的一种个人习惯性动作，并没有太在意。然而在后来的审讯中， FBI 的探员再次发现了一个情况，那就是每次在审讯完这名男子后，他左边大腿的裤子上总是一片亮亮的。细心的 FBI 探员对此留了心，进而发现每次接受审讯时，这名男子总是穿着那条好像刚刚洗过的黑色的裤子。有一次， FBI 探员有意将文件夹弄掉在地上，借机在那名男子的左边大腿处摸了2下。这一摸非同小可，原来那名男子的大腿处竟然是湿湿的。此后， FBI 探员特别留意了这名男子在审讯中的每一个细节。在近距离的观察中， FBI 终于明白了一切。原来每次这名男子去摸额头时，他的额头上都出现了一层细细的汗水，只不过因为汗水太细小了，加上他的皮肤属于油性皮肤，所以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紧接着 FBI 又发现，这名男子每次伸出手去触摸额头时，偏巧都是 FBI 探员提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而此人就是一直被 FBI 列为头号嫌疑对象的墨菲。因而 FBI 最终认定，这名男子之所以一听到墨菲的名字就出汗，是因为他害怕 FBI 查出这个人。这就说明这名男子一定参与了这起间谍活动。后来经过半年的连续跟踪调查与审问，这名男子终于承认了在这起间谍活动中，墨菲是他的主要联络人。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所以出汗时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有的人会大汗淋漓，有的人出汗时可能就表现得不够明显。就像 FBI 怀疑的那名男子一样，他心里出现恐惧、惊慌时，汗本来就极少。他那种看似习惯性的摸额头动作，或略带结巴的有条不紊的回答，一时蒙蔽了探员的双眼。如果不是探员从他的裤子上发现了潮湿的印记，这条大鱼也许真的就会像他心头出现的惊讶和恐慌一样，随着他额头的汗水悄悄地流走了。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十一。第38集，谎言与耸肩不可共存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做出耸肩的动作。虽然肩膀是不会说话的，但是肩膀耸动却能道出人们内心中的秘密。绝大多数人认为，肩膀耸动代表的意思是就那么回事儿。但有着多年破案经验的 FBI 高级探员托马斯 ·J. 皮卡德却告诉人们，一个人耸肩所代表的意思远远不止如此。如果对一个人耸肩的动作仔细观察，不仅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性格、情绪，甚至能看出耸肩背后所隐藏的谎言。在托马斯 ·J. 皮卡德看来，倘若一个人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没有说谎，那么这个人的耸肩动作应该是自然的，并且两肩耸动的幅度、动作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所说的话不是真实的，他在说谎或者隐瞒什么，那么这个人的耸肩动作就会不自然，并且单肩耸动，或者是两肩耸动的幅度不一样。对此，美国心理学家华生约翰·布鲁德斯进行了解释。当一个人的耸肩动作不自然，并且单肩耸动或者是两肩耸动的幅度不一样时，说明这个人的内心忽然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反应。这时，谎言与事实在这个人的内心里发生了强烈的碰撞，从而打破了这个人的内环境稳定。这种心理反应通过神经末梢把神经冲动传递到肌肉及其他相应组织时，就会出现局部失衡的现象。若表现在耸肩上，就是单肩耸动，或者两肩耸动幅度、动作不一致。2008年，美国国防部获得消息，有国际间谍意图破坏美国的经济，并对国内一家大型机构采取了渗透行动。于是国际部责令联邦调查局对此事展开调查。这件事受到了 FBI 高层的重视，他们派出托马斯 ·J. 皮卡德进行调查。接到任务后，托马斯 ·J. 皮卡德立即展开了行动。首先，他伪装成一名应聘人员，顺利进入了这家公司。在与这家公司员工的交流过程中，托马斯 ·J. 皮卡德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公司大多数员工都会做出耸肩动作，而且两肩耸动的幅度不一样，甚至还有些员工做出了单肩耸动的动作。接着，他发现公司负责出口贸易的部门经理路易斯有一个习惯，每天上班时，路易斯都会向部门中的员工询问一个问题：你的客户有没有什么反馈意见？大多数员工都耸耸肩，并回答道没有。路易斯听后，竟然做出了单肩耸动的动作，之后便继续去工作了。托马斯 ·J. 皮卡德觉得这家公司的员工太过虚伪，即使部门经理路易斯看不懂这些员工的举动背后的意思，那么他也应该可以从员工的回答态度中看出员工是在敷衍自己。后来当部门经理路易斯问及一个平时很少说谎的员工时，该员工没有像大多数员工那样敷衍经理，而是如实的将自己听到的反馈意见告诉了路易斯。然而路易斯竟然在事隔2天之后将这名诚实的员工开除了。至此，
托马斯 ·J. 皮卡德才真正了解到公司员工说谎的幕后原因。在调查期间，托马斯 ·J. 皮卡德并没有搜寻到国际间谍意图破坏美国的经济，对这家公司进行渗透的线索。不过他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这家公司的部门经理路易斯已经被别家公司收买，他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的产品调包，以次充好，意图搞垮这家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会将那些尽职尽责的员工开除，而将那些工作态度消极、经常敷衍上司的员工留下。美国情报部门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国防部得到的消息有误，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国际间谍意图破坏美国的经济，而对国内的一家大型机构进行渗透，更是无稽之谈。虽然托马斯 ·J. 皮卡德这次的经历不过是虚惊一场，却再一次验证了美国心理学家华生约翰·布鲁德斯的理论：当一个人的耸肩动作不自然，或者单肩耸动，或者是两肩耸动的幅度不一样时，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在说谎，或者说他在隐瞒着什么信息。由此而言，读懂耸肩动作的内容是十分必要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因为忽略了这一动作的重要性，才会读不懂对方的心理语言。托马斯 ·J. 皮卡德告诉人们，读懂肩膀耸动背后的信息，有可能由此读懂对方的心理语言，进而寻找出其背后所隐藏的谎言。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39集。握杯姿势传达出的性格与心理特征。FBI 表示，一个人喝酒时的习惯动作往往会透露出他的性格与心理特征。在酒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握酒杯的姿势，只要你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每个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在暴露自己的性格特点。如果一名男士习惯将酒杯紧紧地握在手中，而且还用大拇指紧压在杯口，这样的男人往往性格豪迈，个性开朗，做事不拐弯抹角。他们最不喜欢那种处事斤斤计较、婆婆妈妈的人。这类人在与他人交往中表现得很热情、坦率，因此很招人喜爱。另外，他们做事也很有魄力，敢作敢为。不过他们有时却显得很鲁莽、冲动。如果有男性喜欢用双手握住酒杯，这表明其性格比较内敛。这种人做事严谨，逻辑性很强，喜欢琢磨问题，而且处事冷静。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喜欢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与朋友的关系往往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他们的朋友不会很多，但都是能够真正交心的朋友。这类人做事喜欢按部就班，任何事情都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开始实施行动。如果一个男人喜欢将杯子紧握在手中，而且用拇指紧扣住杯子边缘，则说明其性格比较温顺，而且为人诚实，同时心胸开阔。这种人表面上给人很冷漠的感觉，
但其实他们的内心感情极其丰富，能够给别人带来乐趣。这类人做事很有主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做事方式，几乎没有人可以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处事方式，除非存在迫不得已的因素。如果一个男人习惯用双手捂住杯子，这表明他心机很重，而且很善于掩饰自己。这类人在与他人交流中总会堆满笑容，其实他们没有一点人情味儿，是典型的伪君子。这类人不会轻易地在他人面前表露自己的真心，也不喜欢将自己的事情主动告诉别人，因此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即使有，也往往是出于功利性目的。相比男性来说，女性不同的握杯姿势又有不同的含义。如果一个女士喜欢用一只手紧握杯子，同时另一只手则毫无目的地抹撒杯沿，这表明她是一个个性成熟、稳重的人，喜欢思考，而且性格独立，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轻易服输，性格也比较叛逆，但是又不会轻易地表现出来。这类人很愿意结识朋友，待人处事热情坦率，因此人缘很不错。他们做事低调，不喜欢张扬，希望能够默默地做好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一些女性喜欢用手握住高脚杯的底座，同时食指向前伸展，这表明其性格比较自负，有唯我独尊的倾向。在他们眼里，别人都是没有地位的。这类人只对有钱、有权、有地位的人感兴趣，而那些地位普通或者比自己差的人，只会得到他们轻蔑的眼神。因此，他们的人缘很差。他们做事没有责任心，遇到一点困难挫折就会选择后退，最终往往以半途而废告终。有些女性喜欢把玩手中的酒杯，这表明其性格比较活泼开朗，自信心很强，而且是非观念很强，具有正义感。这类人在生活中通常神经大条，不会斤斤计较，对于他人的冒犯往往一笑而过，做事干净利落，从不会优柔寡断、拖拖拉拉。一些女性喜欢拿着空酒杯在手中翻来覆去的玩耍，此类人往往比较爱慕虚荣，喜欢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他们性格任性执拗，而且十分张扬。如果他们看到心动的男子，就会不顾一切地在对方面前卖弄风骚，以此来吸引对方的目光。这类人在与他人交往中会有针对性的选择，他们喜欢结交有权势的上层人物，不过往往不会达到目的，因为那些有权势的人对他们这类人并不感兴趣，所以这类女人总是独来独往，形单影只。还有一些女人喜欢用手托住杯座，一边喝酒一边侃侃而谈。这类人性格开朗，乐观向上，善于沟通，有着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他们聪明伶俐，而且幽默风趣，有一定的表现欲望，经常会给他人制造一点小惊喜，给人带来新鲜的感觉。这类人适应能力很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很快地融入到人群当中，而且能够成为其中的焦点人物。他们说到做到，敢作敢为，行动力很强，而且朋友很多，所以很容易取得成功。每一种人在每一种行为上都有自己独特的习惯，在不同的情境下，
人也会偏离自己的行为习惯。在分析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时，人们应根据特殊情境，在具体观察每一个特殊的个体，然后对比其与别人的区别，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一个人。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